大家好，今天又到周末了，我来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我们6月份的大棚和菜园，看看6月份这个季节菜园里边都有些什么菜。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其中一个大棚里边种的黄瓜。这个品种的黄瓜是旱黄瓜，是一种偏白色的黄瓜。这黄瓜的口感特别的好。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大一些的，这边还有。当初这个黄瓜是得了白粉病，就是很严重的真菌性的感染，当时已经感觉快不行了，后来用那种有机的同溶剂处理了一下，看看现在恢复的还非常的好，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初生病的痕迹了。不仅是枝繁叶茂，开了很多的花，上面也挂了很多的黄瓜。当初真菌感染还是影响了它的生长，所以早期的时候结的瓜并不多，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影响了。现在不仅是马上摘来就可以吃的瓜特别多，它的第2梯队、第3梯队，还有后边的小瓜也都还特别多。所以像黄瓜生了蚜虫啊，长了黄瓜虫啊，得了真菌性的疾病啊，只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给它控制住，一般对后期的影响不会特别大，还是可以照样能够开花结果的。我来摘一个黄瓜，一会儿把它生吃了。看看这些后续的小瓜，现在黄瓜生长特别旺盛，因为天气已经比较热了。这些小瓜大概用不了1周就可以长成可以吃的这种大小了。看看只要稍微扒开黄瓜的叶子，到处都是这种黄瓜。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种秋瓜它的生长能力太强了，长得又高又大，然后我们这棚的空间有限，而且当时是吊的绳子，所以黄瓜和黄瓜之间挨得有点密了，而且现在都已经长到棚的顶上了，也没有空间了。我虽然给它落腕落下了一些，但是这个空间还是有限。将来要想更好的种好这种旱黄瓜，还是应该给它更多的空间。另外就是这种黄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是经常给它打一打侧枝啊，然后有一些侧枝，比如说上面结了一个小黄瓜，我们可能就给它留下这一个黄瓜，然后上边留一片叶子，后边的侧枝就打掉了。但是后来越长越多，越长越快，也很难控制，然后我们也没有时间老是来给它打，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看到这些侧枝，我们大概率就是把这个尖儿给它掐掉。但是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源源不断的，每天都会有很多这种侧枝长出来。相比之下，那种水黄瓜，就是这种常绿的刺黄瓜，生长就要规矩的多。基本上给它打完侧枝之后，它长高了之后，后边长的侧枝就很少了，管理也比较容易。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种的这些辣椒，这里边应该是有2个品种，像这种就是这种大辣椒，这是不怎么辣的，就是可以当柿子椒来吃。这边看得更清楚，大致数了数，得长了有8、9个辣椒。看看这棵也是，这个下边长了一个个儿特别大的，然后上边还陆续有很多的中型的、小型的，再往上还有不少的花。这边这个是小辣椒，是这种2荆条，这个辣椒是非常的辣的，主要是炒菜啊、调味来用。这个小辣椒移栽的比较晚，所以现在只是结了零星的几个，不过上面的花还是很多的，后续应该是还是能收获很多。而且它会不停的生长，一直到霜冻日。我们这个区域大概是能收到10月的中旬左右。辣椒是非常容易种的，我们其实就是把它移栽过来，然后施足了底肥，后边就是进行了1次的整枝管理。然后后续的话，我大概追2次到3次的肥就可以了，就基本上就可以撑到10月中旬。所以喜欢辣椒的朋友，我特别强烈的推荐大家试一试。
因为喜欢吃辣的就种一些辣的，喜欢不辣的就种不辣的，然后还有微辣的、中辣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辣的级别。它的产量大，特别容易管理，而且关键的是基本上不怎么生虫、不生病，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能长得特别好，结特别多的辣椒。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是小的辣椒苗，这个也是2个或者是3个品种，我大概是种了7颗左右，在这个棚里边收拾出来的地方。就虽然说辣椒能够收获到10月中旬，但是它到后期的话产量就不太行了，而且对于那种小辣椒，它后边可能就已经都是红辣椒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种一批，等到这个8、9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生长旺盛的时候，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有充足的辣椒。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紫的大的圆茄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茄子长得已经不小了，大概过一阵就可以摘来吃了。这一颗上面也是长了一个个头还可以的，这个茄子其实是长得好的话是能够长很大的。看上边的这个小的茄子，还有再上一层的这个花序。我们茄子大部分都是采用的3干整治的方法，也有一部分是用的双干，然后双干上边可能再继续保留双干，或者就是直接的双干一直整理下去。我们整枝相对来说比较灵活，虽然是以3干为主，但是往往还是根据它自然的生长态势来决定到底留几个主干，然后留完主干之后，后续怎么样去留茄子。自己种菜呢，就是遵循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必要搞得太复杂。就是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有了，基本思路对了，然后再有一些实践的经验，基本上种植的过程中还是挺灵活的。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是感觉不管你怎么种都能长得特别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棚的中间靠里边的地方，这个是挨着刚才已经长大的黄瓜种的，这些是小的黄瓜苗。我们一般种黄瓜的话，要想能有持续的收获，就是还是要分批种，基本上每隔2周或者是不超过3周吧，就应该种一批小苗，或者移栽也好，或者是直接种种子也好。这样的话能够一直收获很长时间，因为黄瓜长大之后它收获期是有限的，可能是也就1个月左右吧。然后如果后边照顾得好的话，空间如果也有，就是还是能持续生长一阵子。但是后边长的瓜就是越来越不好，经常就是歪瓜裂枣，所以可能也没必要保留那么长时间。而且到后期的话，叶子的病虫害可能又回来了，还要及时把这些老叶子啊、老枝都打掉，挺麻烦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分批种，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到秋末都可以持续的有黄瓜吃。现在我们看到的小黄瓜苗上面的白色东西是硅藻土，这个就是为了稍微保护一下这个黄瓜苗，否则的话对于小黄瓜来说，如果有黄瓜虫或者其他的甲壳虫，一旦它们来破坏这个小的黄瓜苗，这个黄瓜苗很快就是很可能就死掉了。现在气温高，湿度大，这些小的黄瓜苗应该是很快就能长起来，所以我们在原来这黄瓜拉秧前应该是大概率是能吃上这个小黄瓜苗长出的黄瓜的，这样就可以接替上了。这边是新收拾出来的一片空地，是把春天种的那些菜啊，还有后来老的菜都给清掉了，清理干净之后稍微整理一下土地，然后也撒了一些这种鸡粪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土地提前整理出来，后续的话能够随时种其他的菜。我们也没有必要同时把所有的地都种上，还是像刚才说的这样分批次的种，这样的话能够持续的源源不断的能有新鲜的蔬菜。而且我们自己种菜图的就是一个鲜嫩，就是分批种的话随时都有鲜嫩的蔬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棵是我昨天才刚移栽过来的生菜，这是2个品种的生菜。生菜在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好种，因为生菜是比较喜欢凉爽的，而且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光照。如果光照时间特别长的话，它很快就蹿得很高，然后吃起来叶子的口感也没那么鲜嫩，所以夏天种生菜还是有挑战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给它遮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生菜是种在黄瓜架的后边的，这样的话这个爬满黄瓜的黄瓜架就可以给生菜遮阴了，这样能让生菜在夏天长得稍微好一些。
行了，我们这个棚就是这么多菜了，我们再来去看看下一个棚。这个棚里边菜的品种稍微会多一些，当然其中的一个主力就是西红柿。看看这些西红柿已经开始结果了。然后这个是黄色品种的小西红柿，叫 Sun Gold。这个一串上边是能长很多的，前面有些变红的已经被我们摘来给家里小朋友吃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一些黄的，就是马上可以摘来吃的。上面这串也是，然后再上面这串也有黄的了，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花儿，还有很多很多的已经做果的小西红柿。后续应该是能收获不少的这个樱桃番茄。我们在棚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这种拱状的棚两边的空间很小，本来这个西红柿可以长得特别高，能结特别多的果，但是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可能长到一定的高度我们就得把尖儿掐掉了，否则也没有空间长了。所以最后最多可能也就能长个8、9层的这个西红柿。这不像在外边可以有无限多的生长空间不过8、9层也很多了，也已经足够我们吃了。我们每次这种樱桃番茄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时间摘，然后很多就会长过了，直接掉了，烂掉了。今年我们得多让小朋友过来摘一摘这个西红柿。左边的这一排是当初种在架子旁边的香瓜，我们看看已经有一些结小瓜了。这个香瓜本来是可以留很多侧枝结果的，但是因为也是在棚里边，空间有限，所以我们让它爬架子，然后基本上就让其中的一个结果的侧枝往架子上爬，其他的我们就尽可能的打掉了，因为留着它也没有空间，否则会遮挡阳光，影响其他已经做果的藤蔓。这个棚里的过道的空间已经被这个瓜和西红柿挤得很小了，就是我一个人过去都有点困难。我们再往前走就是这个大个的西红柿，这个大个的品种应该是 Brandy One， 就是能长得特别大，然后也特别好吃的这种西红柿。不过今年也是在棚里感觉做果率不是很高，基本上正常来说一串上我们应该是留个3个吧，3到4个，因为这种大的西红柿也不能留太多。但是现在每一串上面我们看到目前肉眼可以看见做果成功的每一层次就长了一个，就上面高的会好一些，这个上面高的做果率明显就高了很多，就是每一串上看到现在至少能有4、5个已经做果成功的了。再看看这个挡住去路的这个小香瓜，我们因为棚里边生长空间有限，所以我每一个上面可能也就留个2、3个瓜，也就是这样了。留太多的话也没有空间，然后光照也不行。哇，这还有几个做果已经成功的大的西红柿。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看刚才我过来的过道的地方，其实已经显得非常的拥挤了。这样植物之间互相遮挡阳光，对生长还是不好的。我们当时种的时候已经是尽量的往稀松了种了，我最后长的枝繁叶茂之后，感觉互相之间还是有影响。明年再种的时候，再需要种的稍微再更稀松一些。然后再往前看，这个大西红柿前面种的这几颗是这种绿的长的茄子，这种绿茄子现在其实还是很少见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绿色茄子，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看不到了，就是到处都是这种紫茄子、紫圆茄子呀，还有紫的长茄子，还有那种典型的意大利的这种小紫茄子。这种绿茄子品种并不多见了。这一颗茄子长得更大一些，已经很快就可以摘来吃了。这种绿茄子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去年其实已经种过了，然后尝试了之后感觉特别好，所以今年又种了一些。它明显比那种传统的紫茄子的口感要软嫩。我们每颗茄子中间还种了一颗这个生菜，主要也是考虑充分的利用空间吧。然后就是我左手边，看看这个爬满架的豆角，这应该是有2个品种的豆角，像这种比较绿一些、比较扁一些的，就是东北油豆角。然后像这种白一些、圆一些的，就是九粒白，也叫白不老。
这一侧基本上都是这种九粒白。这种九粒白和东北油豆角都是口感特别好，吃起来比较嫩，上边的筋和柴也比较少。尤其是炖肉，特别是排骨炖豆角这种，因为这种豆角的肉特别厚嘛，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好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棚的另一侧了，这些草莓已经基本上完成他们今年的使命了，结了不少的草莓，基本上都被我们摘来吃了。然后草莓旁边也还是有几颗西红柿，是这种小的西红柿品种。这应该算是樱桃番茄里边个头比较大的那种了。我们看看，现在已经有点发白了，这说明很快就要红了。接下来我右手边这一侧，这一片是樱桃萝卜。樱桃萝卜也是喜欢比较凉爽的天气，天气一热的话，很快也就抽台了。我们樱桃萝卜已经持续种了好几批了，6月份之前呢都是长得特别好，然后收获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一批的就是，也没怎么来得及收获，只是简单的拔了几个，然后剩下的这些就大部分都已经抽台长老了。这边还是有一些小的，长得还是比较嫩的，这个应该还是能拔来吃的。不过这一批樱桃萝卜也就是这样了，下一次再种应该就等到8月份了。6月底还有整个7月，天气都太热了，一般要等到8月初天气稍微凉一些，才能再考虑开始种这种喜欢凉爽的植物。这个樱桃萝卜的左手边还是刚才这个架子，是架子另一侧，这边种的也是爬藤的这种豆角，这个还是九粒白。这个结的还是挺多的，我们之前也是把一些长得比较大的九粒白都已经摘来吃了，昨天其实又摘了一些。不过现在正好是结果旺盛的时期，基本上每天过来摘都能摘一些。看看往前走，随便扒开一个地方就有好多的豆角，上面也有很多，然后再往上还有很多的这种小的豆角，也是很快就能长成了。然后这里边这些都已经长得足够大了，这个得及时的摘下来了，不然长时间太长了就稍微有点老了。我等一会儿回去喊丽丽，让她来摘一些这个豆角，我们中午可能就吃一次豆角吧。看这儿还有好多。我们再往前走，这一些是红苋菜。红苋菜是为数不多的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也能长得特别好的青菜。一般夏天我们就是以瓜果菜为主，像西红柿啊、青椒啊、豆角啊这些。然后要想吃一些青菜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困难，因为天气太热，日照时间长，这种青菜都特别容易抽台开花。但是红苋菜是个例外，就是红苋菜在这种炎热的夏天也是能长得特别好的。我们在外边的种植池里也种了新的一批的红苋菜，这样就能够保证在特别炎热的夏天也能够有一些绿叶的青菜来吃了。然后接着我要重点介绍的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樱桃番茄。这个樱桃番茄的品种叫 Five Star， 5星番茄。它这个番茄的一个特点就是上边能结很多很多的樱桃番茄，特别夸张。大家可以看看这2串，有一些已经红了。这个樱桃番茄产量大，个头也不小，然后口感也是很不错的。看看后续的这个小番茄，还有上面的花儿，还是特别多。这种樱桃番茄就是后边这个小西红柿都长起来之后，整体上看上去就是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西红柿。到时候远处看，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番茄上面没有长叶子，就长的全是果子了。看看高处的这个花序，基本上叶片很少，就全是花儿。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试种一下各种各样的这种樱桃番茄的品种，就是每一种的口味啊、生长情况呀，还有长出来的形状，都是差异挺大的。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会种好几种不同种类的樱桃番茄，然后每年也尽可能的能尝试一下新的品种。这样的话，到时候就保留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种来种就好了。我们再往前走，左边这一排还是豆角。这排种的比较晚，上面结的豆角还不是特别多。不过等刚才前面那一批就是收获已经不那么多的时候，这一批就该发力了。
然后豆角架的旁边是茴香，这个茴香当时在棚里这块位置分别种了2批，前面这一批已经收获掉了，现在这个新的一批也要马上割下来了，如果再让它长就该老了。这些茴香应该是能够我们包2次包子，或者是烙2次馅饼了。再往前的这个是胡萝卜，这也是后来种下去的，就是现在还没有开始长萝卜。我一会儿带大家去看看我们外边种植池里边已经长成了的胡萝卜。行，这个老棚现在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再带大家去看看我们外边菜地的情况。这个大棚门前长的这片郁郁葱葱的是我们后来撒种子种的小葱，这个小葱目前已经可以移栽了，如果想要让小葱变成大葱的话，是一定需要移栽出去的，给它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如果要长特别长的葱白的话，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把这个葱的杆部埋土。然后葱旁边的这一片是薄荷，这个薄荷基本上就种1次，然后每年春天都会从它的根部再长出新的薄荷，这属于是一劳永逸的一种菜了。薄荷主要是用来调味用，所以其实也需要不了多少，就种很小的一块就够了。而且还要注意的话，就是最好把它种在这种种植池啊，或者是花盆里边，避免它这个根儿长得到处都是。如果种在大地或者菜园里边，很有可能就是到时候失控了。这里边的这个是土豆，这个土豆就是几年前我们在这个地方种过土豆，然后每年收了之后，第2年还会再新长出来一些，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源源不断的每年都有土豆收获。然后原本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去年种葱，准备收葱种子的，看看现在葱的种子也已经基本上可以采收了，这一颗种子长得更大一些。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紫苏 basil， 这也是我们去年在这儿种了一颗，后来结了种子就没去管它，现在这些都是种子自己发芽长出来的。我们紫苏也是用来调味用，基本上也用不了多少，所以实际种植的话，自己种个1-2颗就差不多够用了。然后这个紫苏旁边是蚕豆，这个蚕豆基本上我们之前在每个种植池里边都有一批，我们已经陆续收获了挺长时间了。然后其他的种植池里边的蚕豆基本上已经都收获完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小片，这个还没来得及收，现在都已经长成熟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把它们收了，然后清理干净，这个种植池就可以用来种其他的菜了。这个种植池里边就是我刚才说的，基本上已经长成熟的胡萝卜了。我们来拔一颗看看。这胡萝卜基本上长到这个大小就可以吃了。这个品种的胡萝卜也不是那种大型的胡萝卜，现在这个个头还可以了，基本上可以吃了。昨天我们拔了一些，有一些比这个还是要大不少。所以基本上从现在的阶段就是，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就是每天来拔几颗来吃就可以了，也不用特别着急，它基本上还可以在土里再生长一段时间，长得稍微更大一点，而且基本上在我们把它拔光之前也不会变老的。然后像这块地就是昨天我们把蚕豆啊、豌豆啊这些都清理干净了，这块地可以稍微晒晒太阳，然后到时候再加一些 compost 的堆肥，然后施点地肥就可以种其他的青菜了。然后我这里边还有几棵青花椒的苗，这个现在盆里养一阵子，到时候再移栽到大地里面去。我们在外边大地里已经有了2棵特别大的红花椒树了，等这几棵青花椒也就是藤椒长大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种调味的调料了。再来看这个种植室，这里边全是韭菜，这个韭菜还是长得郁郁葱葱的，不过夏天的韭菜就基本上不太好吃了，我们还是会选择经常割掉一些，这样的话新长出来的韭菜会嫩一些，可以用来炒或者做馅儿用。然后一般到这个季节，大部分的韭菜我们就不太去管它了，就等着它去开花，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把这个韭菜开的花收集起来，自己做一罐韭菜花酱。自己做的韭菜花酱还是非常的鲜美，就是味道特别特别好。我们基本上每个种植池后边都会有一个架子，然后架子上边有网，这个网就是用来种豆角或者是用来种黄瓜用。今年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种的都是豆角。然后看看这上边还有几个这个油豆角，
我们应该是有2、3个不同品种的油豆角，不过每一种虽然形态长得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最后吃起来口味还是差不多的。这个种植池里边其他的菜都已经收差不多了，还剩下几颗这个圆白菜，就是这种牛心状的牛心甘蓝，外表已经被虫子给蛀了，但是基本上把外边虫子蛀掉的叶子剥开，里边还是挺好的。我们也是这几天就要把它都收掉了。现在这个季节已经不适合牛心甘蓝生长了，下次再种植也是要等到8月份了。接着我们这个种植池里边还有一些芹菜，这也是当时早春移栽的时候移栽过来的芹菜，现在基本上这些杆子已经可以掰下来掰来吃了。我们在好几个地方都有芹菜，就是每个地方种的都不多，不过已经足够我们来用了。这个池子里面就是密枝散播的红苋菜，就是刚才棚里边提到的这个红苋菜。这个就是我们夏天最热的时候这个一个主要的叶子菜了。然后红苋菜左边种的是茴香，这个茴香的小苗还非常小，有点看不太清楚。然后另外一个种植池里边种的这种是菠菜，就是不管是茴香也好菠菜也好，它们都是喜欢凉爽的这种蔬菜，在夏天种植还是有一些挑战的，需要给它们做一些遮阴的处理。夏天的菠菜和茴香品质肯定是没有春秋的好的，而且收获期也比较短，等它长成了之后不要长特别大，要马上给它收掉，否则的话很容易就长老，像菠菜的话很容易就开花了。夏天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想要吃到自己种的这种菠菜和茴香的话还是要种的，只要给它遮阴勤浇水，然后早一点收获，还是可以种成的。再看这里，这个架子下边是我们前面视频提到的已经整过枝的苦瓜，现在又长高了一大截了，已经快爬到网上面了。我们能够看到雄花和雌花都已经有了，应该很快就可以吃上苦瓜了。接下来这个区域是种的各种葱，有美国大葱，也叫韭葱 leek， 还有中国大葱，还有一些洋葱。这种美国大葱、韭葱也是分批种植的，看这个第一批已经长得相当的粗壮了，像长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可以收获了。这种韭葱用来炒肉也是非常香的。这边是洋葱，这个洋葱我种的比较晚了，像往年这个时候这个洋葱早已经可以收洋葱头了，但今年因为种的太晚了，它还没有膨壮，现在就跟普通的葱长得一个样子。这边长得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早一批移栽过来的大葱，这种是中国大葱，是山东章丘大葱的种子种出来的，所以理论上这种大葱应该是能长特别大然后特别长的这种葱白的。我后续再给它施点肥，然后培一些土，看看今年能长得怎么样。就是现在看起来是长得特别健康特别粗壮，长成很大的大葱应该还是很有潜力的。前面这一片是芦笋地，这个芦笋我们是从4月份开始采收，主要是4月、5月这2个月采收，然后到6月的话其实还能采收一部分。目前已经快6月底了，基本上就已经过了采收期了，所以现在就让它生长了。这个芦笋如果是长得过于密了，互相之间影响生长了，那我们就可以给它稍微的剪掉一些，让它变得疏松一些。或者是说如果有的芦笋长得特别高，比如说长得已经超过2米了，我们可以把尖儿给它掐掉。但是像我这个芦笋，我种了这些年，我已经种了有5、6年了吧。这些芦笋因为我们4、5月份的时候会收割来吃，所以基本上也不会长得特别密，然后高度的话也很难超过2米，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怎么去修理这个芦笋。这芦笋要做的就是秋天的时候，等这些枝子都枯掉之后把它收一收，然后上边盖一些堆肥保护一下，然后在春天早点的时候把有机底肥给它施一施，然后浇些水。所以芦笋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种的蔬菜，然后也不用怎么打理，而且基本上种1次就可以了，可以收获10年以上的芦笋。我们一般种芦笋不会从种子种，一般就会买那些现成的根，这些根基本上埋到土里边，我们第2年就可以少量的收割芦笋了，然后到了第3年就可以完全放开了，不用顾忌的收芦笋了。但如果你要从种子种的话，基本上前2年是一点都不能动的，然后第3年的时候才可以少量的收一些芦笋。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还是盖着保护着的地方种的是花生，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这个花生的话，到现在我们还保护着，主要是因为这个兔子太喜欢吃了。这一批的花生在刚刚种的时候已经被兔子咬过一次了，所以现在能恢复成这个样子也挺不错的了。有些花生已经开花了。这花生本来是非常好种的，但是因为像鹿呀、兔子呀这些东西都特别喜欢吃它，尤其是兔子，你很难防它。然后它一旦发现这个花生的小苗，就都给你吃光了。所以一定要防住兔子，不要让它们把小苗都给吃掉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都是拿种子种花生，其实用种子种也挺容易的，但是用种子种的另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这个种子埋在土里边之后就被各种各样的老鼠，什么老鼠啊、土拨鼠啊，然后还有松鼠啊，就给你挖去吃了。所以如果我种这么一片花生种子的话，最后可能就是稀稀松松的能长出个3-5颗花生苗。所以今年的花生我都是在苗盆里边育好苗，然后移栽过来的，但是还是被兔子破坏了一次，幸好发现的及时，我就拿这个无纺布给它及时的罩上了。现在保护的还不错，我这个还得继续给它罩回去，然后等到这个花生叶子长得再大一些、再老一些，这个兔子不喜欢吃的时候，我再给它揭开了。刚才忘了提了，在这个苦瓜架下边我们还种了姜，看看现在这些小苗基本上都已经长出来了。因为姜是比较喜欢阴凉的环境的，不太喜欢大太阳，不太愿意被太阳长时间照射，所以我们选择给它种在苦瓜架下边。这样的话，当苦瓜长起来之后，就可以给它遮一部分阴了，这样姜应该是能生长得更好一些。这边是丝瓜架，这几颗丝瓜在上次整完枝之后，都已经开始往架上爬了。这是我们的葡萄架，看看上面挂满了葡萄。再来看看我们这一大片种的西瓜，种西瓜的话需要的空间会大一些。看看这个已经结了小西瓜了，自己种的西瓜就是非常的甜，非常好吃，这个口感跟外边买的西瓜是完全不一样的。西瓜的生长期比较长，然后种起来也不是特别容易，但是因为它的味道特别好，就是你很难买到那种味道，所以有可能的话还是自己尝试一下。自己种的话，建议种一些小型的西瓜品种，这种成功的几率会高一些，而且生长周期也会短。那种特别大个的西瓜生长周期太长了，然后一棵上面可能也就结一个特别大的西瓜，这样的话一旦种不好种坏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就不如种一些这种小型化的品种，每棵上边可能能结个4-5个瓜，这样的话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我们也是种了好几年，也就是最近2-3年才开始种成功。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排，这一排我们种了各种各样不同品种的香瓜和甜瓜。我们去年的香瓜和甜瓜种得很成功，所以今年就多种了一些。看看有一些已经结了小的香瓜了，这个会更大一些。香瓜和甜瓜相对于西瓜来说还是好种得多，基本上就是把它的主干在有个5-6片叶子的时候把尖儿掐掉，然后就等它侧枝长瓜就行了。我们一般在结瓜之后会给它追1次到2次的肥。看看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品种的香瓜，这个长得更大一些。一般香瓜或者甜瓜都是侧枝结瓜的，一般要培养侧枝，主干在长到6片叶子的时候就要把尖儿给它掐掉。然后也有一些人是不掐主干的尖儿的，让它一直长，但是还是让从主干长出来的侧枝来结瓜。它会让每一个侧枝，比如说留1个瓜，然后把尖儿掐掉。不过那种方法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主干掐尖儿，然后剩下留侧枝长瓜就可以了。看这个地方有3个小瓜，这一棵上面也是有好几个，而且每一个长的形状都很漂亮。香瓜还是非常能结的。我们来看这一个长得是更大一些，应该是我看到的这些里边最大的一个了。看到这个就感觉我们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香瓜和甜瓜了，那个口感和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想起来还能回忆起去年吃的时候那个口味和感觉。再往前面走一走，这些是甜玉米，已经开始抽穗了。甜玉米一般长的植株会比较矮小一些，然后每一个长一个玉米。
我们找找看，看这个侧边已经有这个玉米的须须了，这个就说明玉米已经开始发育了，应该是很快就可以长出甜玉米了。我们这边还有这个西葫芦，然后这是黄色的这种品种，然后西葫芦有时候也叫夏瓜，一般是管绿色的品种叫西葫芦的会更多一些，然后一般黄色的品种就叫夏瓜 Summer Squash 或者是 Yellow Squash。 这种西葫芦我昨天已经采了一部分了，就是把大的摘掉了一些，一般这种是趁它比较嫩的时候会比较好吃，而且早点摘一些，这种小的也更容易长。我们可以看到这西葫芦叶子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虫卵，这种西葫芦最怕的就是那种臭虫 sting bug， 它破坏力特别强，就很容易就把这个西葫芦的根部就给蛀空了，然后整颗植株就死掉了。看这个叶子上，这个就是 sting bug， 就是一种臭虫，它应该是在那儿产卵呢。这种 sting bug 我们也可以用之前说过的硅藻土还有除虫菊酯来处理和保护，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好多时候还是要结合手工除虫，消灭成虫，去掉虫卵。我们一般看到这样的虫卵，就是把这一小片叶片揪下来，我一般会在硬的地方用平的石头把这些虫卵磨碎，或者是直接丢到火里边把它烧掉。我们一般喷除虫菊酯或者是撒硅藻土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把它弄到叶子的背面，因为这些虫子经常都是趴在背面，而且下虫卵的话，99%以上也是在叶子背面产卵的。另外就是根部的那些老叶、病叶也要及时的剔除掉，这样的话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虫害。这边这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比较高大的，这是糯玉米。我们一般是甜玉米的生长周期长，我们先收掉甜玉米，然后就等着这个糯玉米长出来，我们再煮这个糯玉米来吃。口味不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天气真是太热了，出了一身的汗。现在基本上只有早晨和傍晚的时候能出来干活，其他的时候出来真是受不了。稍微动一动就是满头大汗，然后衣服就会湿掉。种菜还确实是很辛苦的，现在也更能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觉了。回家也还要继续教育一下家里的小朋友，不要浪费粮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每当收获的时候，觉得之前的付出和辛苦还是很值得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